嗨，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 M-Work 的 Mark。好，那 Mark 今天又要来调教什么车子呢？哎，可以看到后面这台是什么车？看不出来吧？好，看一下这个脚灯，是不是很熟悉呢？好，那这就是改装车里面这个最流行的车款哈，西美，然后是这个 K6 车型。然后可以看到有这个宽底。好，那这个车的设定呢是想要跑这个山路，然后跟绿岛赛道这样。今天这个 case 委托马克就是要做 Link ECU 调教的一个动作。可以看到车子已经架在马力机上面了。好，那我们今天要调教这台喜美呢，它的引擎主要是绕上这个 B 2动 B 合体金刚，加上 B16A 的钢头，然后 B18C 的 cam。好，那主要还是原厂的架构来进行一个结合。好，那我们如何在这个 B 2动这样的结合之下呢？然后透过软体我们把它调教出最佳、最耐用的性能呢？好，那等一下马克就会来示范。好，那调教一颗引擎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引擎有没有爆震。好，那所以马克就是惯用，我会用这个 Link Knock Block， 然后我已经把爆震感测器锁在引擎上面了。然后我在调教的时候，我就会透过这个模组呢来进行一个聆听爆震的动作。好，那这个模组相当的好用因为它会帮我们过滤掉一些背景的杂讯。好，那我在马力机上面呢，我可以很清楚的听到这个是不是爆震的声音。爆震的声音可以跟大家大概口技描述一下大概就是这样，滴滴滴，滴滴滴，好，这类似这样的声音。好，那如果有兴趣的这个朋友呢，可以自行测试，不一定要用 Knock Block， 你也可以接一个麦克风或者是其他可以收音的东西，把它锁在引擎上面，其实你都可以听得到。好，可以去练习听听看，什么叫做引擎的爆震的声音。然后调教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我会装上这个空栏笔记，好，也就是我可以看这个 AFR Link 里面，我主要都是看这个 Lambda 的数据。好 ，Lambda 的数据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不管我什么燃料的理论空燃比 Lambda 都是1，我不需要去分辨说我空燃什么燃料空燃空燃比要多少这样子，所以这是 Lambda 的方便。然后对于混合燃料来说呢，它也是非常好阅读的一个数据。好，调教。马克在进行调教的初期呢，那我都会做好一些基础设定那这个档位辨识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好，现在用2档。在 Link 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它的齿比的计算也就是转速跟车速的比例那我们看到现在是88，然后我是用2档，我就把这边设定成88。那它就会辨识为2档，那我再来进行一个3档，大概是60左右我们可以设成61.2。好，那没有成功因为我们这个后面差太多了把它改一下。好，可以看到已经辨识为3档了。好，那再来是4档。4档的部分呢是46.5， 46.5，我们输入就变为4档了。再来是5档，35.5左右，35.5，好，辨识为5档，所以这个部分呢，档位辨识已经完成。好，那我来退档，4档，3档。2档，1档，好，非常好，非常顺利的一个辨识。好，
好，刚刚完成了这个档位辨识设定哦。那档位辨识呢，有什么好处呢？其实我们要知道，引擎在负荷越来越高的时候，就越容易爆震。那我们要怎么样针对这些负荷来进行做一个补正动作？那我们遇到的是档位的负荷。那所以我们如果有档位的数据的话，就可以针对各档位来进行一个档位点火的修正。好，我不需要退点火的时候，我不退点火。那我需要负荷越高的时候，我需要进行一些微调，我就透过这个档位来微调。所以说档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那尤其是在涡轮车里面，我们还可以透过档位做增压的控制设定。好，可以看到马克刚刚完成了这一区块的供油，然后顺便也写了点火。好，然后这个因为是长时间的负荷，那我们的空栏可以看到空栏好像已经感知器好像已经损坏了。好，因为怎么判断呢？因为其实刚刚调度空栏应该是准的。好，那现在我不管怎么踩啊，我的空栏都没有跟上我的目标，所以呢，我必须先更换新的排氧感知器。才能再继续做调教。旧的排氧感知器已经拆下来，其实看不太出来这个有没有损坏我们只好换一个新的。新的准备好了，刚换上去。排氧感知器更换完成，可以看到我们的空栏比数字是正常的了。现在就可以再继续调教。马克现在已经做完这个5000转这个供油跟点火的基础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做全转速域的测试。好，那这个在车子这个 B2 动它的马力曲线就是这样子然后 VTEC 打开的时候有个爆冲。好了，我们在供油图里面可以看到这一个区块这边补了相当多的油，所以在马力上面就会有这个特性。那其实这样的马力曲线相当的线性，有200多匹，相当不错。我们写到8000转，比较安全。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把这一台 K6B 2动 B 呢完成了这个路试调教。我们在路上调教的时候，也会顺便听保证，在这个爆震监听的情况之下呢，是没有什么爆震所以说在马力上做的马力曲线就可以完美的呈现。那因为这一台车呢没有这个动力辅助系统它把动力棒拆除了，但是它的方向机呢是一样是这个有动力方向盘的方向机。这个减速比上面有一点重手，因为这台车扭力比较大，在 VTEC 打开的时候，它有一个非常粗暴的一个扭力产生，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呢，会造成这个操架非常的不容易手其实会抓不住，然后再加上也设定了全油门换挡，如果刚好在这个时机点我们来换挡然后也是结合那一瞬间的扭力呢，会让你的方向盘突然的拉扯。马克这边其实是蛮建议把动力棒恢复的，或者是把它改成这个电动辅助棒来做辅助。我认为这样的一个配置在赛道上面会比较好使用，无论你是平日要开你在山路或者是赛道或爬山赛，其实这个应用上会比较好操作，对于车手来讲不会这么累。这台 K6B 2动 B 的表现呢，其实是相当的不错，只要你敢上8000转再换挡，那个动力是非常的狂暴。好，那以上是这一次 Link 调教的分享，谢谢大家的收看，下次见。